嘿，大家好，我是蚁王，欢迎来到最新一集的开箱异闻录啊！这一次我们来开箱的是来自华为的，还算是新出的 WiFi 6无线路由器AX3 Pro。之所以买一个新的无线路由器，是因为我们工作室的办公区和摄影区其实是分开的虽然办公区那边已经换上了 AX89X但是摄影师这边还没有，信号过不来而在这一边想用上 WiFi 6无线网络的话就需要买一个新的路由器。然后我看到现在已经有便宜的几百块钱的 WiFi 6无线路由器上了市了就买了一个回来试一下水至于为什么买的是华为的这个型号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小故事。在说这个故事之前呢，要先说明一下的就是，我是卖了 Mate 30 Pro然后买了小米10作为主力机在用，也就是说我是没有信仰、没有预设立场的。看过我之前动态的朋友应该知道，我其实首发就已经买了小米的 AX3600就是599那个路由器它宣称的无线最大速度是3000就是 WiFi 6、WiFi 5什么的乱七八糟加在一起的总带宽。但是呢，那个路由器背后的有线接口都是千兆的输入的带宽被限制到1Gbps， 也就是说是跑不满 WiFi 6 2x2 160兆赫兹满血 2.4 Gbps 的。所以我就在想，一个599元的无线路由器，它会不会能支持链路聚合？也就是说，把两条有线的带宽合并到一起，变成2000 Mbps 这么一个带宽下去访问 NAS 去读写上面的文件，那个速度就爽快多了。我去官网翻了半天，没有看到相关的说明。而是不是支持链路聚合这一点，其实对我来说还是挺重要的，因为我们的办公区跟摄影区之间只拉了一条网线，想要支持链路聚合的话，我还需要再拉一条还是挺费功夫的。所以我就跑去问了客服要注意，我是已经买了这个路由器，从售后页面点进去找的客服，并不是售前咨询，而且我用的是小米的手机，而且用的是上面自带的小米商城。在我打字提交了问题你好，我想问一下 AX360支持链路聚合吗？之后客服回了我一句，这个是什么呢？先不讨论他不懂一个技术点，反过来问回客户这件事情我就在想既然你不懂没有关系一般售后都是可以支持转接到技术那边帮忙回答的所以那么我就问了可以换懂路由器的人来帮忙吗？那么我收到的回复是抱歉了，这个是不支持转接到其他客服那里的。链路聚合是一个专有名词，它指的是一种特定的协议你连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我去问你一个路由器是不是支持这个功能那你肯定是没有办法回答我的，而你又不能帮我转接到技术你也不会自己去问一下别人，那么我这个问题就死在那里，没有办法解决了咯。我作为一个客户，也不可能花一大堆时间去给他做科普培训所以我就以半放弃的心态给他随便扯了几句，然后他就给我回复了一些路聚合是什么呢？好顿号就没有下文了。后面我还又催了一次结果连回复都没有了，也没有换人什么的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被小米的售后给拉黑了。所以我就从当时还没有卖掉的 Mate 30 Pro 上面的华为商城去找到售后问了一样的问题要注意，我这个时候还没有买这个路由器，我是售前咨询。一开始这个客服也是不懂虽然他没有反问我路聚合是什么，但是他的回答都不是我想要的答案在经过几轮讨论，他确认到帮助不到我之后他就问我要了联系方式，然后就转交给了技术部门。之后华为的技术部门给我打了2次的电话我最后终于确认到 AX3 Pro 它确实是不支持链路聚合的OK 没关系毕竟是300多块钱的 WiFi 6无线路由器不支持那也没问题，但是起码我问到了我想知道的信息。再加上我又查了一下，发现当时的 AX3600它是不支持160兆赫兹频段的只有80，也就是说它是没有办法跑满 WiFi 6 2x2 的满速，它的最大无线带宽只到 1.2 Gbps它的160兆赫兹频段是过了差不多1个月之后才支持的。所以当时的小米 AX3600不支持链路聚合，不支持160兆赫兹连 USB 都没有，还附送这么有特色的客服，它还要卖到599。我稍加思索连包装都没有拆，直接就丢闲鱼卖掉了因为当时放的比较久，过了退货期了。在之后我看到有人提到华为的这个 AX3 Pro 它是支持160兆赫兹的当然只要300来块钱所以我就把它给买了回来那么故事就到这里了，来开箱终于可以开箱了。送的网线这个芯居然是插满的，而且是错开的那这可能是6类线了，那还行确实是6类线
那网线确实是6类的。然后 AX3 Pro 黑色的，哦，盒子哦被磨得有点脏了。华为路由 AX3 Pro 还是 WiFi 6加？华为搞了个6加出来。然后反过来看一下，凌霄4核处理器，好像 AX3不带 Pro 的处理器要差不少。如果购买的话，建议还是上 Pro 的。哦，还有 NFC 可以一碰联网是吧？其他都很普通，很正常。来开箱，本体应该没有暴力摔坏吧？我这个其实放了蛮久了，买回来之后，要是有什么问题就退不掉了。进网许可，丢一边先。就一个充电器，说明书没有了。12伏2安这都无所谓了。快速入门，没人看系列要装 App，我这还是看了是吧 ？WiFi 6加，哦，这个声音还是挺爽的。华为。有一点点吸附 ，NFC 感应区在这里，手机解锁一碰连 WiFi， 有这个功能那还是挺方便的。这个是啥 ？Reset 电源，然后只有4个千兆，散热孔，挺普通的，也没啥特别，这个外观挺正常的。这边还有一个 WiFi 6加正反面都有。这个按键原来是叫做 H 键，一键 H 是吧？它原来是一个华为的 HiLink 智能设备的这一个连接键我没有这样的设备，所以就试不了了不管了。OK， 插电，开机，亮了，电流上去了。好，现在我的 iPad 已经连上这个路由器，同时登录到它的管理页面了。推荐你使用 App 来管理，但是我们不管它，勾选已同意，然后继续配置。先不插网线，继续配置。它支持从旧路由器获取网络配置，但是我已经忘记旧路由器的那个管理密码是多少了，还是手动配一下吧。直接改 WiFi 名称。这个5G 优选还是关掉吧，省得它乱切。穿墙模式 IPv4 好，现在已经调整好 WiFi 的名字、密码什么的，重新连进到这个管理页面了。它这个页面倒是挺简洁易懂的。常用的这些功能它都有单独的页面，还是挺方便的。好，顺便来试一下这个手机 NFC 一碰连 WiFi 的功能。是可以的。确实是连上了。但是为什么它默认连的是 2.4G 不是 5G 的呢？在更多设置里面，功能还是挺齐全的，包括万口的设置都是有的。好，接下来调整一下这个路由器的上网方式，因为我本身就已经有一个比较强的主路由器了所以这个新的路由器我不需要它有拨号或者是 IP 分配的功能，我希望它仅仅是作为一个无线的接入点。这样子，我连接到新无线路由器上面的设备就可以跟我主路由器上面的设备进行没有障碍的互通这样我就可以很方便的连接、访问、NAS 什么的。好，所以上网方式这里我会选择这个 Bridge AP，AP 就是 Access Point 接入点模式然后保存。好，现在模式已经切换过来了，我再连上去之后，这里就一直转圈，然后点进去详细信息里面，它这个地址就获取不到了。已经变成这个接入点模式了。来换一下路由器。旧的这个也是华为的，原来之前这个也有 H 键。才发现原来旧的这个路由器反而还多了一个接口。不管了。华为这个间隔其实做的还可以，这么大的水晶头也能并排放得下。有点松咦，这个插头有点怼不进去是我的线的问题吗？刚刚才夸完，就这个接不上，可能是插头的问题。旧的这个路由器插得非常紧那看来还是这个接口做工的问题了。
塞了一点纸巾之后卡稳了，能用不管了。旧的这个可以还给肥仔了。好，现在网线连好了，重新连了进去，获取到的地址就是主路由器那边分配的地址了，是192.168.1网段的。重新回到这个管理页面之后，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1Gbps 的连接这一个就是到主路由器的。接口的顺序位置其实无所谓，因为现在这个路由器是作为一个交换机在工作，以及在这里我确实是没有找到链路聚合的设置确实是不支持的。看来1000以内的路由器支持这个功能的希望还是比较渺茫的了。现在在浏览器这里输入我们文件服务器的地址也是可以直接进入到这个管理页面这个直通是没有问题的。在局域网扫描这里面也可以识别出办公区那一边的设备这个互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拼一下主路由器试一下，还是有差不多10毫秒的延时，隔了一道这个还是差那么一点。那么我们来测一下速 ，iPerf 3-S， 然后 Start。Link Start， 900多可以，这个速度，千兆网络基本上跑满了这个速度。试一下上传。上传就少一点，也有可能是文件服务器那边的原因。好，我们现在来到了另外一个房间跟摄影室中间是玻璃隔开的，跟路由器的直线距离大概在8-9米左右然后我们来再跑一次这个下载速度。600多，700。虽然是玻璃，但是隔了墙，它这个信号的稳定性就没有刚才这么好了。平均下载400多，试一下上传。刚才第一次测试的时候，虽然 iPad 距离那个路由器也有4-5米远但是在同一个房间里面，同时它们中间是没有间隔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它的速度就确实是能跑到满的。然后现在间隔了一道玻璃墙但是它的这个速度还是明显受到了影响。好，现在我们已经回到了路由器所在的房间摄影室。现在我准备了另外一台同样支持 WiFi 6的电脑。然后 iPad 跟这台电脑同时接入到了新的路由器里面，然后我们来测一下它们之间通过无线互联的速度会是怎么样。要注意这个路由器的模式我已经改过来了两台机器之间交换数据是不需要过我那个主路由器的听不懂的人不用管这一段是什么，总之我这个测试跑法是没有什么问题的。iPerf 3-S OK let's go。280，连一半都没有。现在我搞来了另外一台支持 WiFi 6的电脑然后在它们之间跑了一下测速。这里没有用 iPad Pro 是因为它只支持到 WiFi 6 2x2 80兆赫兹最大带宽是1.2 Gbps， 而这两台电脑使用的都是 AX200无线网卡，是支持到 2.4 的这样就不能说是客户端这边瓶颈了。两台电脑之间现在无线的传输速度是400 Mbps一上一下加起来算是有800多吧。看来在同一个频段里面，它们的信号还是会有影响的。现在我能想到的唯一能用上2.4 Gbps 带宽的应用场景就是这台电脑通过 WiFi 6无线网络连接上路由器，然后它同时去访问两台通过1000兆有线连接到路由器的设备。好，那么我们来试一下。Go go go！ 同时的速度还是只有900左右。现在我们倒过来，这台电脑通过 WiFi 6连接到无线路由器，然后我们另外的两台电脑通过1000兆有线网络来访问它。Ready go！ 加起来终于跑出超过1 Gbps 的速度了。加起来有1.1加接近1.2这样子最高。好感动啊！可能再多加一台电脑通过有线网络访问它这个时候总的带宽加起来还能再高一点。观众们可能会发现现在这个背景变了，实际上这台电脑的天线距离这个无线路由器只有80公分，1米都不到。总的来说，在没有2.5 Gbps 或者更快的有线端口又不支持链路聚合的情况下想要发挥出 WiFi 6 2.4 Gbps 的满血带宽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如果你是冲着 WiFi 6的高带宽来买路由器的话，这种入门款的型号可能很难给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如果你是屋子比较大，想几个无线路由器 Mesh 无线网络组网的话，这个说不定能发挥出 WiFi 6的带宽优势但是我手上现在只有一个 AX3 Pro 就没有办法测试了我查过 AX3 Pro 确实是支持 Mesh 组网的。当然 ，WiFi 6还有别的优势比如多台设备连接到同一个无线路由器的时候它们的延迟可以比 WiFi 5的时候低又比如使用 WiFi 6的智能家居设备它的功耗可以更低也就是更省电。从这些角度出发的话这种入门级的无线路由器可以提供 WiFi 6那还是不错的。好，那么这一次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支持一下新观众再点一下订阅，那就更好了。同时，如果你有电脑主机、电脑硬件、电脑外设的需求的话可以到我们的淘宝店铺“一王的藏宝阁”看一下扫描屏幕上面的二维码，或者是到淘宝的店铺页面搜索“一王的藏宝阁”就可以到达了。好，那么下期再见，我是一王，拜拜。